老子累死累活把你养大，供你去参军，不是让你到家里来吸血的。吸血？我管家里要我自己赚的3000块钱就叫吸血？张强当年结婚，可是要了家里3万。你跟你大哥能一样吗？他是市内高中老师，是编制，是吃国家饭的人上人。他的编制是我用一笔笔军功章的奖金供出来的。当年去吃苦当兵的人要是他，我混得不会比他差。你把这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不就是想逼爸掏钱给你娶媳妇儿吗？听哥一句话，早点跟李初薇断了吧，她就是个拜金女。是啊，二弟，要不是图你的钱，能要1万5的彩礼？那你当年要3万彩礼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拜金？连娶你的礼金都是我寄回来的军费。够了！人刘芳是城市户口，他父母是拿退休金的体面人，别说3万了，就是30万他都配。好，你们铁了心不给是吧？那这3000块钱算我借的，我写借条，行吗？小顺，的确是要紧着你大哥，你8年都等了，不差再等2年。8年都等了，张顺啊，你看看你守卫边疆8年养的这群家人，你真是个蠢货。行，这3000块钱我不要了，我入伍8年，自己存的1万2津贴也在那张卡里。你把那1万2还给我，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那钱借给你大嫂的弟弟娶媳妇儿了。你拿我的血汗钱，拿去给一个外人娶老婆？那我呢？初薇等了我8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偏心的父母。混蛋！你个不孝子，为了几千块钱在父母面前撒泼，我就知道从小到大靠不住你。当了几年兵长本事了，你退伍了也是个没出息的流氓，迟早要烂在村里。小顺啊，凭着良心说，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人。要怨就怨你自己退伍了，没文凭，没分配好工作，你没有哥哥妹妹有出息啊。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吃什么？就吃你们的剩菜剩饭吗？张顺，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结婚的事儿再等2年不行吗？对，我等不了了！混蛋！我抽死你！我是没出息，但我当兵8年，每个月雷打不动给家里寄几百块，也比白吃白喝强。你要是这么看不起我，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滚！离开你，我跟你妈有大儿和小女，照样享不尽的福。初薇，顺哥，你别难过。我记得你高2那年
计算机全校第一，还得过奖呢。要不是去当兵，你就算没有家里，也一定会出人头地的。初薇，对不起，我拿不回钱，这次还是不能娶你。谁说你不能娶我了？我把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了，我们私奔，去省城一起找工作，只要能在一起就好。你要和谁私奔啊？张顺，你个畜生！当了几年兵回来，竟敢教唆我女儿私奔！爸，别打他，是我要带他走的。女儿啊，她有一对偏心的父母，现在连退伍费都被抢光了，一穷二白，你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8年了，他提亲一推再推，他就是想把你拖老了。李叔，从前是我愚孝，是我蠢，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您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赚钱娶初薇。闭嘴！张顺，我已经给了你8年了，我女儿都27岁了，你想拖到什么时候？今天必须分手！我不分手，再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薇薇，你把刀放下！3个月，再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一定会赚到钱来提亲的。男子汉一言九鼎，做不到就再也别纠缠我女儿。顺哥，张顺！高中学历，我们只要大专以上。下一个，我是大专。难道没有文凭，退伍兵就一辈子出不了脱吗？你迟早烂在村里。我一定要赚到大钱，出人头地。哇塞，哥你看，从网上买的衣服就是比服装店好看，料子又舒服，怪不得我室友都喜欢网购。网上网购计算机？对呀，我有计算机基础，我知道该怎么赚钱了。衣服再卖不出去，老本都要赔光了。老板，我有办法让你的服装爆火。啊？这上面就可以卖衣服，叫网店。真的假的？仅凭一台电脑就能让我这实体店起死回生？我确定，我不要你1分钱工资，卖出去的衣服分我2成就可以。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反火他。高2那年自学计算机，逻辑代码一学就会。要不是当年为了给家里拿津贴去当兵，自己早就靠这个发财了。不就是在网上卖衣服吗？我一定可以。
张顺，这都半个月了，一件衣服也没卖出去，网上能卖什么衣服？给这100块钱，你拿着走吧，别弄了。爆了！你说什么？我说，咱店里的衣服卖爆了！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啊？是钱，是咱们店里刚刚卖出去的衣服钱。10、100、1000、万、1万、3万、5万，这一会儿功夫就卖了5万！发财了！发财了！小顺，服装店衣服全清空了，总共卖了21万，分2成是4万2千块，你收好。这次多亏了你。谢谢周姐。楚薇，我终于有钱可以来娶你了。不好了，有人投河了，快救人啊！那是李家的闺女啊，真是白养了。楚薇！胜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对不对？楚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寻短见？张顺，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让你们张家如此作践羞辱她？你要是当了兵回来嫌弃她，想娶别人，大可以直说，没必要让你妈来羞辱人。你这个25岁还嫁不出去的老母鸡，一个拜金的烂货也配要1万5的彩礼？我呸！就是，我告诉你，我未来二嫂可是大超市老板的独生女，光嫁妆就送5万块钱。李初薇，你但凡还要点脸，就赶紧跟我二哥断了，你配不上。爸妈说我要娶别人，这不可能啊！我这3个月一直在省城赚钱，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亏我当初还信了你的保证，给了你3个月，结果让你们张家这么糟蹋我女儿。张顺，从今以后，你跟我女儿一刀两断，滚！胜哥，张顺，我不走。李叔、楚薇，你们等我，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小胖姐，你看这婚纱好看吧？到时候你穿上肯定艳压全场。好看好看，我老公肯定喜欢。爸，你们对李初薇做了什么？
老公，你可算回来了！你瞎叫什么？谁是老公？张家收了我5万块钱坠礼啊，入赘日期就定在下周5。你不是我老公，谁是我老公呀？小顺啊，你大哥在县城买了房，买车还差5万，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在县城肯定混不下去，给你安排这个好婚事，以后吃穿不愁。是啊，二弟，刘家超市1年赚10-20万，你入赘进去，少奋斗30年。二弟，人家小胖条件多好，城里户口，家里有生意，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就是，二哥，你这辈子能攀上这样的亲事，偷着乐吧。我混得好得很，你们凭什么自作主张去李家闹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们这么见不得我好？我弄死你们！刘家在镇上开超市，1年能赚10-20万，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入赘进去能少奋斗30年。刘家这么好，那大哥怎么不入赘？张顺，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我是长子，又是高中老师，怎么可能入赘？那不是丢张家的脸吗？就是啊，二哥，你没文凭，这辈子肯定没什么大出息。那还不如早点废物变现，也算给家里做点贡献。当初要不是我辍学供养你们这群吸血鬼，我早就被清北大学录取了。我怎么可能没有文凭？闭嘴吧你！清北大学录取分数700多分，就凭你还保送，白日做梦吧！那我就该牺牲自己吗？哼，牺牲什么？刘家那么好的条件，你就算打一辈子工也高攀不起。以后爸妈也指望不上你，你就当提前尽孝了。我不坠。我是你爸，我让你坠就得坠，你不坠就是不孝。二弟，别犟了，听爸的话。你看，我今天就不孝了。我告诉你们，我张顺没有你们这帮吸血鬼父母，今天就要跟你们断亲。我说，我今天就要跟你们断亲。就只是一次没有顺你的意，没有让你去那个拜金女，你连父母都不要了是吗？妈，你错了，是我一次没有顺你们的意，牺牲自己的未来让你们继续吸血，是你们先不要我的。以后就当没我这个斤斤计较的儿子吧。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什么吸血？吸你什么血了？我和你爸受苦受累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书，给你张罗婚礼，你就这样看我们的呀？二哥，爸妈为了你的婚事急得成宿睡不着觉，你怎么能反过来说他们吸血呢？你赶紧把断亲书撕了，给爸妈道歉，这事儿就过去了。二弟，你看你干什么都干不好，去省城混了3个月，结果还不是灰溜溜的跑回来，让你去入赘刘家，真的是为了你好。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那5万块？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口口声声说靠不上我，却迟迟不肯签断亲书，还不是怕我以后有出息，好处落不到你们头上。好，那就断亲。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我宁可不要你这个儿子。那就签吧。签就签。
但我把话说在前面，你去大城市混不下去了，你要是饿死病死，都别回家哭。要哭的一定是你们！爸，刘家给的5万聘礼我已经花了，二弟要是跟家里断了亲，那钱怎么办？二哥要是断亲了，谁给我赚生活费啊？怎么就闹得要断亲了？二哥你也真是的，你以为城里的工作这么好找吗？要是真没了家里的帮扶，说不定你就……是我一直在帮扶你们。这个断亲书我清定了，省得让他说我们靠着他。老大，你是市一中的老师，前途光明，就算退了5万块钱的聘礼，老爸相信你也有本事能给自己买车。爸说的对。签完了，滚！我可提前跟你说好了，断亲之后，你要是在外边饿死病死，都千万别回家哭，给我滚！要哭的也只会是你们。从今以后，我就算在外边死，跟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断了亲，谁给我生活费啊？楚薇，这下没有任何人阻碍我们在一起了。我现在就去找你提亲。爸妈，开门，让我出去，求你们了！张顺他妈都找到家门口来，指着你鼻子骂你了，你现在寻死寻活干什么？爸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张顺不会这么对我。你开门，我去问清楚。求你了，爸，快开门吧！他现在都要娶别的女人了，李初薇，你能不能要点脸？微微，张顺要是真想娶你，就不会把你耽误到现在了。你就听你爸的，明天去跟镇长儿子把婚事给定了。我不去，我就等张顺，他一定会来。李叔，我来提亲了。爸，你听见没有？他来了，张顺来了。你跪着干什么？你还敢来？快滚出去！李叔，我来提亲了。滚出去！拿着你的礼品，滚出去！张顺，你既然看不上我们微微的出身，不想娶她，你就别……李婶儿，我想娶。我今天就是来提亲的。我就说他一定会来娶我的，你快开门啊，爸！你快开门！提亲，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白马王子，就带这么点礼品来提亲，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我们老李家的女人比不上你嫂子金贵，但也不至于这么廉价吧？你走，这里不欢迎你。李婶，你误会了，这些礼品是我匆忙买的，今天的事我可以解释。爸，你就听他解释解释吧。李叔、李婶，我是不会跟初薇分手的。这3个月我一直在县城赚钱，是我妈她自作主张，非逼着我入赘到刘家当女婿。入赘？我大哥想买台车，还差5万，他们看我没本事、没出息，还不能光宗耀祖，就想花5万块钱把我给赘了。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和你没有关系？真的，我回家和他们大闹了一场，写了断亲书。我说过，
我一定会给初妹一个交代。是婶子和叔误会你了，但是结婚不只要爱情，还要柴米油盐。你连彩礼钱都掏不出来，我们不能眼看着微微跟着你。李婶儿，您的意思是，只要我能拿出彩礼，你们就同意了？是这样，省城竞争大，连大专学历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你看你现在断了亲，别说这彩礼了，连吃饭都是问题。我是觉得你和我家闺女，你们还是……谁说我拿不出彩礼？彩礼2万8，我要娶初妹。还真是2万8呀！张顺儿，你说这钱你哪儿搞的？这钱是我自己赚的。你赚的？张顺去省城短短3个月就赚了2万8，这怎么可能？恐怕是因为断亲从家里要的。你这赚钱养家10年啊，跟他们要点钱也是应该的。我答应把初薇嫁给你，可你们现在跟家里断了亲，连房子都没有，你俩结了婚住哪里啊？再说就这点工资，你们租房子都是问题啊。李叔，这钱不是我管家里要的，是我这3个月自己赚的。3个月，你能赚这么多钱？这是我上班的工资单。我用电脑办了一个网店，把老板的货全卖了，赚了4万多的提成。来，动快动快，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没结婚呢，像什么样子？行了吧，爸？张顺啊，你明天才回省城吧？虽然我跟你叔都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是你跟微微还没结婚，今晚婶子就不留你了。婶子说的对，我理解。叔，我知道你喜欢喝白酒，我从县城给您带了2瓶茅台。这得老贵了吧？婶儿，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给您带了一条丝巾和一串珍珠项链。这东西啊，搭配衣服可时髦了。还有我的呢，这个珍珠项链，我看县长老婆也戴过，好几百呢。哎呀，张顺啊，那结婚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现在跟张家断了亲，结婚买房都是钱的事儿啊。我打算把婚期定在10月1号，我想给我半年的时间。我努力赚钱，在省城买套大房子，我要给初薇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省城的房子一套几十万，别说半年，就是10年也未必能买起啊。张顺啊，你有这个心就是好的。哎呀，你看这天也不早了，今晚就在这儿住下吧。谢谢爸。
老公，昨天你妈来退亲，我还以为你真不要我了。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只会费尽心思想娶你。还有，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知道吗？我知道你要跳河，我都要吓死了。初薇，你……老公，我们还有半年就结婚了。为了防止意外，我们今天就把事情办了吧。初薇，李叔李婶还在外面，这不太合适吧？那什么，我去上厕所。水放桌上了。每次都这样。初薇，等我在省城赚了大钱，一定风风光光来娶你。我才不要傻傻在家等，等我偷到户口本就去省城找你，把你昨晚没办成的事儿给办了。张顺，张顺，你等等，这大城市赚钱难，什么都贵。家里熏好的腊肠，你拿着吃。李叔，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10月1号，我等着你给我女儿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那可是28000呀，28000就这么给出去了。你个小兔崽子！滚！琳琳，表哥，表哥，真的是你，我刚才都没认出来，你比当兵那会儿黑了好多。没事了，没事了，人走了，你一个人，刚下车就遇上这事儿。我刚出车站没走多远，那2个人就拽我胳膊，说我是他老婆，跟人跑了。我喊救命都没人管，要不是碰上你。姑父姑妈呢？你一个人来省城？他们逼我相亲，我不愿意，就跑出来了。我想来省城赚大钱再回去，结果钱包被偷了，身份证、银行卡、钱全没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别慌，我正好打算开个网店，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跟着我干。开网店？表哥什么时候还会吹牛了？高中没读完去当兵，当完兵回来退伍，1没文凭，2没本事，怕是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走，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带你看看我干的活。合同没问题，签完字以后，店就是你的了。年轻人有魄力，好好干。
表哥是疯了，仗着自己有军费就这么挥霍，这破店白送都没人要吧？电脑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得订货了。本钱不够，得去银行贷款。你先把店里收拾一下，该擦的擦，该扔的扔。我去银行贷点款，回来订货。你要借高利贷，你不能去，高利贷是会逼死人的。谁跟你说我要借高利贷了？正规银行贷款，利息低得很。等我网店开起来，1个月能赚几十万呢。表哥，你醒醒吧！你没学历，没本事，连电脑都未必用得明白，怎么可能开网店赚几十万？你这不是创业，你这是跳火坑！露露，你相信我一次。不行，我得告诉大哥，我同学借高利贷的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能看着表哥往火坑里跳。喂，谁呀？大哥，二哥要开网店赚大钱，去借高利贷了，你快劝劝他。什么？张顺要借高利贷去开网店？谁？张顺？怎么了？出啥事儿了？他说网店开起来能赚几十万，我拦都拦不住。大哥，你赶紧让姑父想想办法，劝劝二哥。张顺想钱想疯了吧？他连电脑都不知道咋开机，还想开网店？哼！我就知道这个废物离开家混不出个人样。可是他要是贷款还不上，这辈子就完了呀！大哥，你让姑父。张顺早就废了，以后不要再跟我们说有关他的事儿。他为了那个拜金女跟家里断绝了关系，他落得什么下场，都是自己的报应。二哥跟家里断亲了。银行贷款要户口本，我回来拿户口本，马上就去订货。这是什么？张顺，张顺，你等等，这大城市赚钱难，什么都贵。家里熏好的腊肠，你拿着吃。哦，李叔给的腊肠，腊肠，你先垫吧一口。应该还没吃早饭吧？等我回来再带你吃饭。表哥，这是钱！ 10月1号，我等着你给我女儿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李叔，我张顺一定拼出个人样，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二哥，你看舅舅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肯定是知道你困难，才偷偷给你塞钱。断亲的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爸没给过我1分钱，这钱跟他没关系。走，跟我去订货。表哥，你看现在生意哪有那么好做？这条街上转让的店面都贴了好几家了。你听我一句劝，咱们找个班上算了。你再废话，就不要再跟着我了。高中时班上女生扎堆听的那种流行音乐 ，MV 里穿的就是类似的上衣和短裙，领口系着蝴蝶结，青春又时髦。年轻人，看中哪件了？这套拿货多少？100件起，40块一件；1000件起，35一件。
我要订1万件。1万件？款式照这个来，领结要配上，腰这里改成收腰的。先交定金，1周后付尾款。成，定金拿来，1周内货到。货到了，7天之内交上尾款就行。我先走了，放心，7天之内。琳琳，去打印个招聘启事贴门口，到时候肯定忙不过来。定金2万5，尾款20多万。表哥，这能卖得出去吗？20多万啊！放心，卖得出去。说的跟真的一样。货到了，该拍商品图了。找谁来做模特？不行。张顺，初薇，你怎么来了？村里都在传你借了高利贷，我看看你出事了没？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高利贷？我没借高利贷啊！你别瞒我了，是张家人亲口说的，你爸、你大哥他们说的。我们家里人为了给你还债，把地卖了。你拿着这些钱先去还了，不够我们再想办法。你来省城，就是以为我借了高利贷，来给我还钱的。我们家条件太差，只能拿出这么点钱，不够给你还债的话，我再去想想办法。够。你回去跟叔和婶说，我张顺这辈子一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衣服太紧了，穿着好别扭。顺哥，要不还是找专业的模特来吧，我拍不好看的。不用换。你流鼻血了，怎么回事？初薇，我之前在李家没办成的事，今天补上。行了，回去好好等着，别再做傻事。你答应我的，10月1号来娶我。10月1号，雷打不动，回去取。那我走啦，你照顾好自己。表哥，你那20多万尾款肯定还不上了，怎么办啊？我跟着你干，你最后欠一屁股债，拍拍屁股走人，我怎么办啊？营业怎么样？办
半天才卖了1单，这样下去肯定卖不出了。我就说了网店不靠谱。流量太低了，现在缺的是曝光量。什么曝光量？我有办法。喂，哪位？林校花，我是顺威服装店的老板，想请你穿我家的衣服，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价格你开。行啊，2万。成交。2万？表哥，你疯了吧？拍几张照片就给2万，尾款还欠着20多万呢，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完了，这回肯定完了，跟着你肯定不行了。高中学历，我们只招大专以上的。下一个。你这衣服哪里买的？最近特别火，林校花都在穿，我问了好几个店都没有。对，就是这件。林校花前2天发的照片里穿的就是这个，哪家店的？能告诉我吗？我也想买。妹子，你穿这个好好看，在哪儿买的？发个链接呗。微微，你穿这个也太好看了吧！这腰收的刚刚好，衬得你腿又长又直。而且人家还给你2万广告费呢，拍几张照片就2万块进账，你这学上的也太值了。那可不，老板有眼光呗。哟，什么爆火了？你们围着他转什么呢？有家服装店花了2万块钱让我给他们的衣服做宣传，结果嘛，爆了。就拍了几张照片就给2万，老板是冤大头吧？要不说人家是老板呢，2万块钱的宣传费，把人家衣服都卖断货了。就是有的人啊，就是没见识。佳怡，你不是要出国留学吗？你身上这个包加上这对耳环，加起来都5万了吧？别把钱花光，到时候国都出不了。林校花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出国留学的钱？林校花都能赚广告费，我比他差哪儿了？喂，是顺威服装店吗？我是省城大学的学生，我也可以给你们做宣传的。我比林校花漂亮多了，广告费我只要1万就行。我呸！想钱想疯了的吧？想要饭去一边要饭去！现在的人都想钱想疯了，一个两个的，张嘴就要钱。表哥，林校花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衣服是不是火了？衣服是不是都卖出去了？表哥哥、亲哥，你倒是说呀，我都要急死了。你肯定有本事，对不对？你那么厉害，开网店肯定一次就爆了，是不是？告诉我嘛，求求你了。自己看。个、10、百、千、万、10万。表哥，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啊？营业额1万件衣服全卖出去了。表哥，你太厉害了！你真把衣服全卖出去了，1万件！我
的天哪，你太牛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趁热打铁，再去订5万件。行，我这就去，再订5万件。老公，你快出来看！喊什么喊？我改作业呢。你看，开网店这么赚钱，这家店才开了1个多月，衣服都卖断货了，咱们也试试呗。开网店哪有那么容易？人家那是运气好。新闻上说了，这个店老板没学历、没文化，就是个退伍兵，人家能把这店开起来。你是高中老师，你比他有本事多了，你肯定能赚得更多。也是，我怎么说也比一个退伍兵强。可是进货要本钱啊，咱们手头的钱都拿来买车买房了。咱爸妈不是还有10万块钱养老金吗？先拿那笔钱进货，等创业成功了赚钱了，不是能更孝敬二老吗？那可是爸妈的棺材本儿。爸都说了，以后靠你出人头地。你现在把店开起来赚大钱，他们脸上更有光。再说了，又不是不还，赚了钱加倍还他们不就行啦？行，明天就回家问爸妈要养老金。明天就是10月1了，店里的衣服都卖完了，你拿着这些钱回家吧。表哥，这都是给我的。你已经给我开过工资了，这钱我不能要。拿着，回家探亲，家里亲戚问起来，你挣了钱回来，我脸上也有光。表哥，那我走了。300万，车、房子、聘礼一样都不能少。哟，微微这肚子，看着可不止2、3个月了吧？镇长儿子不要，偏要选个废物，这不是赔钱货是什么？是啊，现在把自己肚子搞大了，看谁还愿意接这个盘儿。我闺女跟张顺早就订了婚，彩礼2万8，你们俩长舌妇再敢在这嚼舌根儿，我下一盆水泼的就是粪水。我闺女早就跟张顺订了婚，彩礼2万8，全村都知道。你们俩嘴里再不干不净的，我撕烂你们的嘴。哟，2万8，说的跟真的一样。谁不知道张顺跟家里断了亲，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他能拿得出2万8？骗鬼呢！就是一个连亲爸妈都不要的废物，还指望他娶媳妇儿。微微啊，你听婶儿一句劝，趁现在还年轻，赶紧找个接盘的。我再说一遍，我不会没人要。明天张顺一定会风风光光来接我。你们俩现在给我滚！行，那咱们就等着看，明天张顺要是没来，看你这脸往哪儿搁。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着。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走，进屋歇会儿。妈，明天张顺会来吗？会的，他说了10月1号来娶你，就一定会来。我不求他赚多少钱，只要他来娶我就好。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什么都不要。
张顺，他怎么在这儿？先生，这款是顶配，带全景天窗和座椅加热，您要试驾一下吗？这车确实不错。这车当然不错，50多万呢。二哥，你是不是想借钱都借到这儿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告诉你，我那些钱都是出国留学用的，可没钱借给你。你快点走，别在这儿让人看了笑话。借钱？借什么钱？二哥，你别装了，我知道你混得不好，可你也不能跑 4S 店来借钱吧，让人看见多丢人。我身上真没钱给你，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待着了。我不是来借钱的，我是来买车的。吹牛也不是这么吹的，你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买车，二哥你这面子撑得也太过了吧。这款车有现车吗？有的，现车就在后院车库，随时可以提。刷卡。张顺，你疯了吧？你在这丢什么人？就你这穷酸样还敢刷卡？等会儿卡里没钱，你让我脸往哪儿搁？佳怡，你磨蹭什么呢？赶紧过来试车呀！你旁边那人是谁呀？没事儿，就一个乡下来借钱的穷亲戚，穷的叮当响，跑来 4S 店跟我张嘴，好烦人的。不就是10万块钱吗？也就买2个包的钱，一会儿打给你，行了吧？别在这杵着了，多丢人。买2个包的事儿，你还真对得起家里对你的期望啊！不好意思，继续。张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多亏了你，张老板，我这个月接的广告比我1学期生活费都多，要不是你，我还买不起今天这辆车呢。是服装？什么表情啊？张老板可是顺威服装店的老板，我就是接了他的广告才能赚那么多钱的。林薇，你说他是顺威服装店的老板？他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会不认识自己家亲戚是干什么的？张老板光靠卖那批制服就赚了几百万，怎么可能问你借10万块？你开玩笑的吧？不可能！他一个没学历、没本事的退伍兵，怎么可能赚得到这么多钱？哟，刚才不是还说人家是乡下来借钱的穷亲戚吗？怎么一听说人家是几百万的老板，脸都白成这样了？白富美，我看是吹出来的吧。张先生，手续办好了，总价57万，恭喜您成为尊贵的奔驰车主。车已经开到门口了，随时可以提走。谢谢。二哥，我刚才话说难听了，你别跟我计较。你看你都这么有钱了，借我一点呗，10万就行，不，20万、30万、50万，就当我生活费。你肯定不差这点钱，对不对？你不配问我借钱。哟，刚才不是还说随便买2个包就10万块吗？怎么转头就问一个远房穷亲戚借50万当生活费？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啊！林薇，咱们走吧，这味儿太重了，酸的。他赚那么多钱，
借我几十万怎么了？我又不是不还。一家子人至于这么绝情吗？不对呀，张顺赚了这么多钱，家里怎么会不知道？爸爸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把他叫回来？喂，爸，谁呀？张顺现在在干嘛呢？他怎么赚了那么多钱？他刚才在 4S 店全款提了一辆50多万的奔驰。他赚什么钱？他借高利贷开网店，现在肯定不知道在哪个大桥洞底下喝西北风呢。他能买奔驰？做梦！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他真刷卡了。我再说一遍，不要再跟我提他，他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跟我们没关系。挂了。爸说的对，张顺不可能赚那么多钱，他难道真是借高利贷来撑场面的？刚才耽误了点时间，现在出发去李家村接亲。是。走。爸妈，你们就放心拿出来吧，这钱放银行里1年才几个利息，给我们开网店1个月就能赚回来，到时候赚了钱加倍孝敬你们二老。爸，您看那个顺威服装店，那个老板就是一个退伍兵，高中学历都没有，连电脑都没碰过几回，都能把网店开起来，1个月赚几十万。我怎么说也是市一中老师，本科文凭，教了这么多年书，脑子比他活，见识比他广，我还能比不过他？您就信我这一回。是啊，爸，强子要是干成了，以后您二老就是大老板的爹娘，全村人都要高看你们一眼。到时候让张顺那个白眼狼看看，谁才是真有本事的那个。爸，你看错了吧？张顺现在肯定在哪儿桥洞里要饭呢，怎么可能坐奔驰？您别瞎想了，赶紧进去把钱取了吧。银行再等会儿该关门了。我没看错，就是他，那个侧脸我养了20多年，我能认错吗？他们去的是李家村的方向，今儿不就是李初薇家说的出嫁日子吗？但我把话说在前面。你去大城市混不下去了，你要是饿死病死，都别回家哭。要哭的一定是你们。他当时断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难不成真有赚钱的本事？不行，我得去看看怎么回事。哎呀，爸，你先把钱取了，银行要关门了。妈，现在几点了？11点了。这都11点了，新郎的影子都没见着，今儿这喜酒怕是喝不上喽。我就说吧，那个张顺就是个废物，当初退伍费都被家里抢光了，拿什么娶媳妇？李家人就是看错了人。听说薇薇肚子都大了，还没过门呢，这要是嫁不出去，以后谁还肯要？大嘴婆娘，闭上你的嘴！我女婿是去省城赚大钱了，晚来一会儿怎么了？张顺一定会来的，他说了今天娶我，就一定会来。来了来了，有车来了，好几辆。这不是电视上才能看到的那种豪车吗？这车得多少钱啊？几十万吧？几十万？你做梦呢！这种车没个50、60万下不来。你们看这轮胎，比我家里那辆2手面包车的轱辘大1倍，还有这漆面能照出人影来。这不会是来接亲的吧？可老李家哪有这么有钱的亲戚？我要是能坐上这种车去喝喜酒，回去能吹3年。这要是真来娶李初梅的，
那老李家可是祖坟冒青烟了。谁知道是不是租来的？我听说现在省城有专门租豪车撑场面的，一天好几百呢。你租一个我看看。咱家也没这么有钱的亲戚啊，这是听错了吧？师傅，是不是听错了？这是李家，不是镇上的那家酒店。没听错。爸妈，我来迎娶初薇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晚了，路上耽搁了一下。全村都说你欠了钱回不来了，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娶我。果然是你！你不是在外边借了高利贷露宿街头了吗？这些车是怎么回事？谁造的谣说我借了高利贷？几个月前，张琳琳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为了开那个破网店去借了高利贷，拦都拦不住。打肿脸充胖子，这车肯定是租来的。你一个泥腿子能买得起这种车？张琳琳昨天回村了吧？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张琳琳在省城赚了大钱。你们要是多问几句，就知道她跟着我干，不仅没贷款，还发了大财。吹牛也不打个草稿，你说他赚了大钱就赚了大钱，谁信啊？就是，你一个泥腿子还欠着高利贷呢，怎么可能买奔驰？表哥、表嫂，新婚快乐！我来送祝福了。琳琳，你来的正好。你二哥刚才说他发了财，买了这几十万的车，他是不是在吹牛？吹什么牛？二哥买奔驰很正常啊。他就是一个泥腿子，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他怎么可能买得起奔驰？姑父，你别胡说了，二哥是顺威服装店的老板，一个月赚几百万，他怎么可能欠高利贷？你说什么？张顺是顺威服装店的老板，就是那个开了1个多月就卖断货的网店。那家店居然是张顺的。小顺，这车还真是你的？你为什么问？绝对不可能！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从小最不被看好的那个，偏偏最争气。来人，把给岳父岳母的聘礼拿出来。新郎聘礼：省城中心区大平层房产1套，黄金首饰全套，现金38万，最新款手机2部，外加1辆代步车钥匙。张顺，这也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说，婶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愿意相信我、支持我。听说我欠了高利贷，你们二话不说把地卖了，都要帮我还钱。别说这点聘礼，就是10倍、100倍，你们二位都值得。好孩子，你有这个心就是好孩子。哎呀，
我就说嘛，张顺这孩子从小就看着出息，张家那两口子偏心眼儿，这回可是看走眼喽。就是，2万8彩礼说给就给，大平层黄金38万现金，这才是真本事。把聘礼搬进去。表嫂，我帮你放东西。张顺，你现在发达了，怎么只顾外人？你有没有把家里人放在眼里？初薇是跟我相伴一生的家人，要说是外人，那应该是你才对。小顺啊，你现在发达了，肯定要先紧着家里人。我们这些年是啊，二弟，大嫂这些年待你们可不薄。你现在那奔驰车，借你大哥开开呗，反正你们刚结婚也不急着用。对，我马上准备生2胎了，你那省城的大平层，先借给我住呗。二弟，你跟薇薇刚结婚，也不着急要孩子，那大平层空着也是空着，先给我们住呗。开我的车，还要住我的房子。借是借，又不是不还。你也配？你敢打我老婆？吸血吸了10年，还想占便宜？你们有没有脸？李建国，你女婿打我儿子，你还不把他拉起来？张顺，行了，别理他们了。你这个逆子，竟敢打你大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父母？父母分了我军费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我父母？为了5万块逼我娶老婆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我父母？我现在有钱了，你们才想起有这个儿子了，你配吗？父子哪有隔夜仇？你爸再不对，他也是你爸。父子是没有隔夜仇，可我跟他早就不是父子了。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走到哪儿都是张家的人，你跑不掉的。少给老子扯什么父子情深！你从小到大偏心偏到了骨头里，供大哥读书，给他买房，给他娶媳妇儿，花的全是我的军费。小妹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全是我在部队里拿的津贴。现在看我发达了，又想吸我的血，做梦！老张，你醒醒！张顺，你记住了。没事了。都站着干什么？坐坐坐！今天是我闺女的好日子，谁都不许走。韭菜管够，礼金全免。爸妈，
我想接你们去省城生活，房子够大，什么都不缺。你们年纪也上来了，初薇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平时要忙店里的事，总不放心。小顺啊，你有这份心，我们就知足了。住一起，会不会太拖累你？没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你们在最难的时候没嫌弃我，现在我有了条件，你们就让我尽一份心吧。那我们就厚着脸皮去了。爸，你看张顺那个白眼狼，跟咱们断了亲，六亲不认，咱们这日子以后还得靠自己。是呀，爸，我跟强子商量过了，我们也开个网店。现在这行多赚钱啊！强子是高中老师，脑子活，肯定比张顺那个退伍兵干得好10倍。可是，你那学校的工作辞了，是不是太可惜了？好歹是编制，铁饭碗。妈，什么铁饭碗？一个月几千块钱够干什么的？网店开起来，一个月赚几10万，不比那破老师强1万倍！胡闹！你那工作是市一中的编制，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为了开个网店，把铁饭碗丢了，我不答应。爸，我知道您是心疼我这工作，可您想想，张顺一个高中都没读完的退伍兵，大字不识几个，靠着网店都能赚几百万买奔驰，在省城买大平层。我怎么说也是市一中的老师，本科文凭，教了这么多年书，脑子比他好使，人脉比他广。我要是干不成，那外人不得笑话咱们张家？说您养的儿子还不如一个被您亲手赶出去的逆子。强子说的也有道理，张顺都能成事，强子总不至于比他还差吧？存折在床头柜最下面那层，压在几本病历底下。强子，那钱……爸，你放心，张顺都能赚到钱，我一个高中老师，绝对比他强10倍。这钱搁在银行也是发霉，不如拿出来做正经生意。等我发了财，第一个孝敬你们。爸，你那个10万养老金，先借我5万呗，我有急用。你来晚了，那10万块钱已经给你大哥拿去创业了。你自己不是有出国留学的钱吗？别问家里要。爸把10万全给了大哥，连想都没想就打发我。偏心，从小就是这样，什么都紧着大哥来。哟，白富美，发什么呆呢？你买个包怎么还犹犹豫豫的？不会连买个包的钱都没有了吧？白富美也有手头紧的时候呀。谁说的？我只是还没看到喜欢的而已。喂，我想借钱。
房子也太大了吧，比咱们整个院子都大。妈，别站门口呀，进来坐。老李，你说咱们这辈子还能住上这种地方，这是不是在做梦？做梦哪有这么真？你捏一下我胳膊。喂，大姐，我跟你说，我女婿在省城买了个大房子，对，市中心，落地窗能看到全城，大的走路都带回声。哎呀，以前哪敢想这种日子。二弟啊，跟你说个事儿，我搬省城来了。对，女婿给买的房，大平层，等安顿好了，你过来看看，带你去吃好的。你听说了没？城东那片老店机场家属区，规划局批了，下半年拆，就地起商业综合体。真的假的？那周边的房价不得翻番啊？那边老房子现在均价才4000多，一拆一建，怎么着也得奔15000去吧？可不是嘛，现在入手就是捡漏，半年后躺着翻倍。老店机场家属区均价4000，拆建成商业综合体，半年后起码翻3倍。我跟你说。这房子大的能跑步。哎呀，别提了，我女婿非要接我们来住，拦都拦不住。顺哥，咱们从车站到现在，这才过了多久啊？跟做梦一样。是挺久的，8年等你，3个月打拼。一天把聘礼送出，每一步都像走了好几年。那你以后不许再走了，一步都不许。不走了。城东电机厂家属区，均价4200，规划批复文件刚下来。周边新楼盘挂牌价已经15000了，同一片区差了整整3倍多。半年后商圈一建起来，4200变15000都是保守的。这哪是买房，这是捡钱。顺哥，你干嘛呢？不睡觉？初薇，我想把咱们村里的房子抵押了，再干一票。城东那片老厂区要拆了建商圈。现在4000一批，半年后至少翻3倍，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你信不信我？信，全家都会无条件支持你。货都到了，赶紧开店，咱们也让他看看，不是只有他能干成。这学校也没教过怎么开网店啊，我不会呀。你不会？你之前不是说你比张顺强10倍吗？他一个高中没毕业的都能开起来，你一个高中老师连个网页都搞不定。我这不是还没研究明白吗？你让开，我来。定价多少？张顺以前一件定89，咱们定80，比他少9块，肯定好卖。每件进价35，加上运费、包装、平台扣点，成本早就过了40。29说卖一件亏一件，这怎么赚钱啊？完了，全完了，工作没了，10万1分没剩，店也开不起来，彻底完了。你说这几个孩子都5年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张强住这儿。你们找老大干什么？你儿子欠了我们50万高利贷，3年了，利息滚到120万。别以为跑了就找不着人。我们今天先把话撂在这儿，他回来告诉他，再不还钱，我们把你这家给砸了。你让他赶紧回家，别躲着。
老张，这可怎么办？打电话，让老大和小妹都给我滚回来！高利贷怎么回事？谁给我说清楚？爸，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肯定是有人陷害我。我都几年没回村了，谁知道哪个王八蛋冒我的名借的钱？装什么装？爸，您信他？他要真清白，人家能追到家里来？你闭嘴！你5年不回家，一回来就挑事儿。我让你们回来是听你们吵架的。欠的钱，你们谁惹的谁还。我没钱，工作早没了，房子也卖了，我拿什么还？爸，你别看我啊，我可1分钱没有，他欠的债他自己还。欠债？你装什么白莲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破事儿？你根本就没有出国留学，你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去上 K 当陪酒女。你胡说！你这些年东躲闲藏，你以为你什么好东西？你个畜生！你还有脸说我？不要啊！没脸回来，该滚的不是我！你这个败家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要哭的也只会是你们。张顺，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选错人了吗？原来我一开始偏心真的错了吗？老张，你醒醒，你别吓我！怎么回事？张嘉一，都怪你气着爸了。明明是你欠债，可气着爸，跟我有什么关系？张嘉一，你要不要脸？够了，还在吵什么？快叫救护车呀！对，爸，你撑住，我这就打120。我没钱，上次开店亏得底朝天，房子都卖了。你也是爸的孩子，医药费你出。就是你自己借高利贷欠了一屁股债，还指望我们给你填坑？你们开店亏钱关我什么事儿？那10万块钱又不是我逼着爸妈给的，你们拿了钱亏光了，现在来怪我？我没钱，1分都没有。别吵了，你们别吵了，你爸还躺着呢。下面为您播报本日财经头条。省城知名企业家顺隆集团董事长张顺先生今日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顺隆集团目前总资产已突破100亿，业务涵盖地产、电商、科技等多个范围。张顺，妈，快给张顺打电话，让他来交医药费。他那么有钱，拔根汗毛都比咱们大腿粗。对，让他来。爸住院，他总不能不管。他要是敢不来，咱们就网暴他。他不是大老板吗？最怕名声臭。喂，小顺啊，你爸住院了，挺严重的，你要不要来看看他？一家人。医药费。张顺，你要是不来交医药费，我们就网暴你！你现在是董事长，让人知道你是个不孝子，看你怎么办！他们说要网暴你，万一真的闹大了，会不会影响公司？让他们闹，我正好亲自去会一会这帮人。你说他现在身家几百亿，怎么着也得给咱们分点吧？可不是，随便给个零头都够了。医药费他出，还得给咱们补偿。这些年咱们受苦，也该他补偿了。不能少于500万。他要是不给，就不让他走。对，500万，还得给爸妈养老费、精神损失费，这些都得算上。张顺来了，快进来，快进来！爸这医药费正愁着呢。就是，你当董事长了，医药费你先垫上，也就几十万的事儿。几十万哪够啊？二哥那么有钱，怎么着也得几百万吧？小顺啊，你爸毕竟是你爸。他都这样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不欠你们1分钱。段亲书贴了5年，法律上、人情上，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医药费，我分文不掏。想走，今天不给钱就别想出这个门儿！你敢走，我就去网上发帖，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张顺是个不管亲爹死活的白眼狼！你名声还要不要了？来人啊！快来看啊！有个大老板不管亲爹死活，亲爹躺在病床上，他连医药费都不出，不孝子儿啊！我的儿啊！你爸都这样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你忘了是谁把你拉扯大的？你现在当了大老板就不认爹妈了啊！看见没有？这就是顺龙集团的张董事长，亲爹躺在病床上，医药费他分文不掏。你们知道他亲爹怎么累垮的吗？那年他退伍回来，连个工作都找不到，是我爸他亲爹一把年纪去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就为了给他攒钱娶媳妇儿。结果他倒好，一声不响跟家里断了亲，现在自己当了大老板。亲爹累出一身病，躺在医院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公公为了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60多岁的人了，扛着水泥袋子上3楼，膝盖都磨坏了。他自己在省城住大平层，开奔驰，公公躺在病床上，连个水果都吃不上。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我二哥从小就不学好，辍学去当兵，回来之后找不到工作，爸为了给他凑彩礼钱，把家里老底儿都掏空了。结果他倒好，嫌家里穷，跟我们都断了亲，现在发达了，连亲爹都不认。这种人也好意思当大老板？亲爹搬砖给他攒钱娶媳妇儿，他翻脸不认人。拍了，这种白眼狼就该曝光，让他身败名裂。你爹累了一辈子给你攒钱，你连医药费都不出，你还是人吗？拍了，这个不孝子跑不掉了。有钱人就是这样，爹都不要了。老铁们看看啊，这就是顺龙集团的董事长，亲爹住院他1分钱不掏。段亲书5年前签的，他亲手签的。当初我当兵8年，每个月津贴全寄回家。他们拿了我的钱给大哥买房，给小妹读书，退伍费50万被他们分官，我1分没拿到，还收了5万的事让我入赘。断亲之后，我靠自己白手起家，现在看我发达了，堵着门要钱，这就是所谓的家人吗？我不这么认为。原来是这样，那这不就是碰瓷儿吗？人家都签了断亲书了，还跑来要钱，还要网暴人家，什么人啊这是？那又怎么样？就算以前那些事儿是真的，你现在这么有钱，给点钱怎么了？你身上流着爸的血，你该给。就是，我们以前是对你不好，但你现在发达了，补偿我们不是应该的吗？对，该给，你不给就是没良心。我的天，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这3个人是来要饭的还是来打劫的？哼！小顺啊，妈给你跪下了，你爸都这样了，你不能不管啊！你就算恨我们，你也看看你爸，他躺在里面插着管子啊！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偏心？妈都给你跪下了，你听见没有？你就该供养家里，我们要求也不高，给我3个亿，给佳怡2个亿，刘芳1个亿。对，反正你有几百亿，给几个亿怎么了？就是你手指缝漏一点，就够我们花一辈子了。3个亿，我没听错吧？刚才还说人家不孝，现在张嘴就是几个亿，这脸皮是城墙做的吧？这哪是来要医药费的，这是来分遗产的吧？他那么有钱，给几个亿怎么了？我们是他亲哥、亲妹、亲嫂子，给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小顺，你救救你爸好不好？怎么说都是你亲人，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滚！张顺，你给我滚！不要他的钱！
想活了，别耽误我们！就是，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喂，怎么了？什么？老丈人摔断腿了，在哪家医院？立刻安排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病床，我马上到。我张德贵活了一辈子，到头来全看错了。张顺那孩子在部队8年，津贴一分不少的往家里寄，供老大读师范，供小妹上大学，我连句谢谢都没说过。我错了，我全错了，我不该偏心，不该只看重老大小妹。我要是当年没偏心该多好。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这个当爹的把最该好好疼的那个儿子亲手推出去，推得远远的。现在想认回来，他不认了，他不认了，我活该，我活该。退伍了也是个没出息的流氓，迟早要烂在村里。从今以后，我就算在外边死，跟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不愧是张顺，太有出息了！这奔驰车队真气派，真是让人羡慕。小顺啊，你别天天亲自来接我，你那么大一个公司，事儿多着呢，耽误了你工作可咋整？伤筋动骨100天，我不看着不放心。公司的事儿耽误不了。你看看你，女婿孝顺你还不乐意了，多少人想让人家推，还没这个福气呢。小宝，小宝，慢点跑，别摔着了。过来，妈妈带你去买烤肠吃。妈妈，我想吃2根。行，吃2根。那我也吃1根，可以吧？行，今天全家都吃烤肠，管够。